40万以内最强的电动性能车现代 IONIQ 5N 在这赛究竟能多快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。今年我买了一台现代的 IONIQ 5N， 提车之后，除了去易车金港试了几次，其他时候基本都在北京代步。那为什么突然来浙赛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首先当天是2024年最后一次浙赛会员日，错过就要等2025年了。其次就是浙赛有着全中国最凶残的赛道圈速榜，因为驻场车手都是中国最顶级的几个职业车手，比如说罗开罗、叶红利等等等等。他们俩什么水平？这么说吧，同车 PK 的话，他俩要比中国99%的 AM 车手快起码3秒以上。就连 F1 车手库特哈德来浙赛同车 PK 都被罗开罗斩于马下了。巧合的是，我去浙赛也开不过罗开罗，那四舍五入，我跟库特哈德5-5开。第三点就是浙赛圈速榜的幕后老板非常硬气，假如有厂家要用特殊手段作弊混进榜单，他是坚决不会允许的。为此他还跟好几个车企公开撕破了脸，这事儿圈内人都知道。所以浙赛圈速榜绝对够真实、够权威也够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纯原厂现代 IONIQ 5N 究竟能在这份榜单里排到大概什么位置呢？遗憾的是，现代 N 厂家目前还没有找罗开罗去刷，所以这答案谁也不知道。不过无所谓，98的汽油没有的时候，加95不也够使吗？大 Pro 车手罗开罗不在，但是有跟库特哈德5-5开的本堂主来代劳，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嘛。那作为对比，我还专门给他挑了一个对手，小米苏7由罗开罗驾驶，在浙赛的最快圈速是1分42秒1。那在对比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账面分析一波参数。这两台车重量一样，都是2.2吨。以往在别的赛道，比如天马，都是5N 要略快。5N 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有后桥 LSD， 还有高达0.6个 G 的动能回收，这能大大的缓解刹车的压力。同时，它的底盘反馈相比小米速7要更加的硬核、更直接。IDA 一体式驱动桥、电池预加热系统等等等等，也都是武装到了牙齿。再加上这台车本身就经过了现代 N 部门专业的调教，所以开起来又硬核又快。但是这里是浙赛，上下坡起伏大。5N 是个 SUV， 重心高，这一点明显吃亏。其次呢，浙赛大直道又长，5N 的马力又比苏7小了一点，这一点又吃了点亏。但是最吃亏的还是车手罗开罗，比我相当于巴西踢国足。如果条件对等，同车 PK 的话，那肯定是单方面碾压。但好在今天我的车子稍微占优一点，等于主教练热身也加入了战局，同时能有点黑哨，加上越位不犯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国足能踢赢巴西吗？发个弹幕预测一波。那么接下来米娜桑科尼奇瓦献丑了。你好，拖车给我装一下。好。这边靠边。猜一下圈速来，比小米速7原厂快还是比原厂慢？慢。慢一点点。重新装完拖车钩之后，我上场找了找刹车点，最快圈成绩是1分43秒35，距离罗开罗的小米苏7成绩还是差了1秒2。看来这种情况之下，国足还是没能战胜巴西啊。这个事儿是这样，首先呢，小米苏7的原厂成绩是罗开罗刷的，5N的原厂成绩是我刷的。我刷的如果说比那个罗开罗刷的，差距啊，我觉得只要是在1秒以内，这个车就一定是比那个小米苏7原厂要快。也就是说，小米苏7原厂不是1分42秒1吗？如果我能刷到1分43秒1以内，把这个车原厂那就是代表就一定比小米苏7原厂快。因为罗开罗的刷圈能力
说实话都不止比我快1秒，我觉得。所以问题又来了，在熟悉了2圈之后，下一节我开5恩，究竟能不能做到逆风翻盘呢？如果不能，那么差距会是多少？发个弹幕预测一波。那么接下来米娜桑科尼奇瓦 Ioniq 5恩这赛飞行圈得走。现代的 Ioniq 5恩这个车型，大家是第一次听说的，可以在屏幕上扣个1。那穿个龙门架，我摁了一下方向盘上的 NGB 按钮，据说可以短时间内增加41匹马力。1号弯尾速189，130米处一脚重刹，刹车带得很深，紧紧抱住1号弯，随即重心转移一定要快。2号弯香肠路肩就不飞了，因为是自己的车嘛，舍不得。3号弯之后一路小上坡，紧贴左侧在围栏尽头轻轻摸一下刹车，就往4号弯里面扔进去，弯速94算是非常快了。这主要是因为5恩前后的轮胎都非常宽，达到了惊人的275，所以它在某些弯里甚至能跟油车一样做到差不多的弯速。6号弯同样蜻蜓点水一样，轻轻摸一下刹车就可以了。路肩一消失，立马就要开全油往外线冲，外面的绿色假草皮随便上，抓地力富裕的很。再次轻摸刹车扎进7号弯，路肩吃凶一点，这里不踩电门，速度会被动能回收吃掉，导致越来越慢。电门踩多了又推头出去了，因此对电门的控制细腻程度要求还挺高。9号弯同样轻摸刹车，重心转移一定要快。5恩在上山路段跟油车的刹车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，一个2吨2的 SUV 在山上灵活的像个高尔夫。现代 N 的工程师说实话确实还是有点东西的，3连弯里最低弯速都有88，这对于一个电车来说真的算很不错的了。只是在下山路段你真的能感受到 SUV 终究还是 SUV， 重刹之后的重心转移，它的身段就是没有轿车灵活。前方大直道又有慢车，我进弯的线路虽然窄了点，导致我出弯200多的速度吃上了路肩，但好歹是没耽误我什么。然而前面又有慢车，222的速度之下，我只能被迫提前刹车。我本来以为它会加速驶离，谁知道它在弯心里都快停下来了。我一个急转贴着它擦身而过，场面一度十分的凶险。它甚至是在让我，这你受得了吗？真是让人血压高啊！那最终冲线1分42秒2。这一节第一个飞行圈成绩是1分42秒29，距离罗开罗的小米苏七只差0.1秒。如果不是最后一弯被一台车给挡了一下，肯定就直接超过去了。当然了，著名如妈蛋爸发言人维斯塔潘曾经说过，赛车没有如果，圈速做出来了就是做出来了，没做出来就是没做出来，借口说的再多也不好使。因此我散热一圈之后，在电量只有80%左右的情况下，毅然决然又冲刷了一圈。这一圈弥补了上一圈被挡的遗憾，将圈速做到了1分42秒整，42整00，好气！反正100%能41的，因为刚才在那个最长大直道起点那个地方，我推头了，刹多了一点点，那个地方得耽误0点几，而且这个车我都能开到42整，罗开罗来。40了就，因为这一圈跟上一圈秒差几乎一样，只是把被挡的0.3秒给抠了出来，所以飞行圈就不放了。而且这一圈 T13还刹过头了，有点小失误。不过它不仅战胜了小米苏七，而且成功战胜了福特 Shelby GT350R 以及 Aston Martin DBX 707，甚至距离纯粹的高性能油车，售价128万左右的宝马 M4 CS 版本只差了0.003秒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成绩明明更快了，但是我却反而更难受了。哪怕4199呢？这相当于国足冲出了亚洲，踢进了世界杯决赛，结果打成平手之后，点球大战最后输了1颗，遗憾败北。这种撕心裂肺的伤痛，有谁能懂？而在赛车的世界里，1分42秒整跟哪怕1分41秒99，那都是完完全全2个不同的世界。然而尴尬的是，这时候车子电量只剩60%多了，想出去再冲一圈也没用了。而更尴尬的是，如果等我充上电再出来，当天就结束了。那这就是电动车刷赛道的硬伤，你的机会永远只有1-2圈，窗口实在是太窄了，我真的太难了。然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最终我还是把圈速带进了1分41秒的美妙新世界，并且成功战胜了售价128万的宝马 M4 CS。因为我自带的计时器始终会有点误差，比官方的慢0.1秒，而我挂了官方计时器，只是我从来没有去看过成绩，直到这赛会员日群里面有人艾特我，我才发现原来官方计时器榜单里我的最快圈成绩是1分41秒985。哇，这种失而复得的狂喜大概率相当于
国足踢进世界杯总决赛，本来遗憾败北，结果对面有球员被查出了兴奋剂，取消了冠军，国足顺理成章拿下了世界杯总冠军。你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，bro？ 当然了，国足这种情况只是做梦啊。但今天这台38.88万的韩国电动车还是个 SUV， 电量只有80%左右，轮胎还是旧的，用着最普通的街胎倍耐力 P0， 驾驶者也只是一个半桶水爱好者的情况下，居然真的战胜了由超级大 Pro 罗开罗驾驶，售价128万的高性能油车典型代表宝马 M4 CS。要知道这台宝马 M4 用的还是抓地力明显要好得多的米其林 Cup 2。当然了，其实我最想说的是，真的不是因为我开的有多好，而是我都能开到这个圈速，那么罗开罗来开的话，明显还能更快啊！但凡给它换上抓地力更好的热熔胎，它的圈速还能原地再快2-3秒。这是一件多么离谱的事情！电动车的赛道实力居然已经恐怖如斯了，真的变天了，家人们！这要是等电动车再把电池的重量给打下来，能做到跟油车差不多重，那全世界所有赛道的圈速榜单前几名都一定会是电动车。所以别人看我们买了5恩，觉得花了38万多就买个这，会投来异样的不理解的眼神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种车开起来到底有多爽。只是很可惜呢，像我这种有这种特殊需求的人真的太少了。所以尽管它真的超级优秀，但是它的销量确实还是相对比较小众冷门。但无所谓，我们自己车主用着开心就好了。那 OK， 本期的堂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么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